完全顛倒，他到底史料是讀去哪裡啊？國父紀念館就有公開的史料，怎麼可以錯成這麼離譜呢？為什麼不放過呂捷？不是我不放過他，看看這什麼觀看量，139萬，能不做澄清的嗎？你要繼續放任他的妖言邪說繼續嗎？老子幹這件事只是因為他歷史他媽亂講，我只是要匡正歷史啊！不是偷襲，他們是有告知孫文的哦，我們要開炮嘍，哦，你趕快走。結果在那個情況之下，孫文不但不走，孫中山率海軍炮擊陳炯明，怎麼會講成陳炯明率海軍炮擊孫中山呢？一個是對的，我的天哪！今天這個，我認為我講到哪裡，我覺得差不多，我应該下集再續了，因為他簡直是鬼扯到了極點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你一定要這樣搞嗎？所以當時二次革命基本上黃興是沒有參與的 ，OK， 黄興是沒有參與的。那二次革命嘛，你這些雜牌軍當然打不贏袁世凱的正規軍，所以迅速被撲滅。那撲滅之後呢，孫文開啟了所謂的流浪道黨罪的行為，他到處去流浪 ，OK。那在當時軍閥混戰的時代，有一個人我們就不得不提，叫做陳炯明。好。首先呢，孫文在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確實有一段時間流亡到東京，但是呢，後來他其實有一些主要的居住地啦，包括在上海的法租界，這我們去過，孫中山故居在上海，他住了很長一段時間。另外就是在廣州的大元帥府，所以你說他很流浪嗎？孫文本來就滿世界跑，他一直在搞募款嘛。比如說去新加坡、香港、澳門，這個都是他常常去的地方哦，所以我不認為說這個有什麼好特別講的一個到處去流浪，他其實不是流浪，他去募款去對抗袁世凱。那孫黃分裂這個上期好像有講了，就直接講到陳炯明叛變，這也是個歷史公案啊。民國初年那個時候，軍閥大混戰。那在軍閥大混戰的時候呢，其實孫文，你們發現大概從民國2年以後，大概到民國8年都沒有孫文的角色，除了搞了一次二次革命以外，民國2年到民國8年都沒有孫文的角色嗎？我現在民國2年到民國8年，別的不說，就哪怕最垃圾的維基百科，民國2年是1913年，宋教仁遇刺，孫中山去促成二次革命，後來組建中華革命黨。1914年的反袁起義，創辦民國的雜誌，並且到了廣州嶺南學堂講演。他是不是覺得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孫中山就沒有辦法在中國大陸立足啊？因為照他剛才說法，就是他流浪到淡水到處去嘛。但事實上，孫中山當時最常出現的2個地方，一個在上海，一個在廣州。這也是為什麼在上海的孫中山故居，跟後來他在廣州的落腳處，就是大元帥府裡面有大量的孫中山文物，尤其上海的孫中山故居有一大堆，包含現存世唯一一套的孫中山個人的醫療器材，由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保留了下來。袁世凱當時的權力根本就沒有辦法操控租界，南方更是根本操作不了。為什麼？南方遍地是小軍閥，還有一些大的像桂系、滇系。還有川軍從頭到尾就自幹了。川系軍閥這個是基本上沒人可以管他們，就自己人打自己人。他覺得是這樣就這樣。可是你看哦，孫中山忙得要死啊，到處跑。1915年，當時袁世凱搞21條賣國條款，日本對華要求21條，要求中方讓渡日本控制山東滿洲南部，就今天東北南部稱南滿，內蒙古東部的發展。21條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爆發的主因。為什麼？因為21條之後，1914到1918再打第一次世界大戰。1919年巴黎和會談的條件太垃圾，稅聯21條當時的不滿，直接在民國8年的時候，在北京整個爆開來，就是五四運動，學生救國。當時孫中山在背後搞了非常多的事情，比如說呢，袁世凱當時準備要來稱帝，孫中山在背後開始又是在策動聲討袁世凱的大計。所以呢，在民國5年的時候，又回到了中國，主要在上海，跟黃興呢來了一個孫黃和解。因為黃興跑到美國去了，因為當時孫黃分裂嘛。孫黃分裂是因為二次革命之後，孫中山跟黃興對於革命黨重組的概念2個是分歧的，就是中華革命黨的問題。所以後來孫黃和解之後，中華革命黨又回歸到國民黨。民國5年啊，黃興就過世了。
5年10月黃興就過世了，6月袁世凱過世了，所以這裡面沒有搞事情嗎？緊接着袁世凱過世之後，到了隔年民國6年，段祺瑞就上台擔任國務總理，國務總理就跟黎元洪吵得不可開交，就所謂的府院之爭。所以他講這個說孫文大概從民國2年到8年，也就是從1913年到1919年，他意思說孫文啥事都沒幹，孫文中間搞了一大堆的事情，你要黑也要黑個實際一點嘛。維基百科打開維基百科就好了，我講真的，因為維基百科這一段的敘述沒有差距太大，所以大概可以引用一下。到1919年，當時護法運动搞得沸沸揚揚啊，全國震動啊。出現非常國會，為什麼叫非常國會？叫國會非常會議，因為段祺瑞想毀棄臨時約法嘛，因為袁世凱取消了臨時約法，用武力迫使當時還留在北京的國會議員同意新的約法，選舉自己為正式大總統。袁世凱掛了，段祺瑞上台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大家都希望黎元洪可以恢復臨時約法，段祺瑞拒絕。段祺瑞甚至就推動了他的新約法，這個約法就相當於憲法的概念。當時就有所謂的護法運動，護什麼？護臨時約法。當時很多國會議員拒絕了段祺瑞的脅迫，所以就集體南下支持孫中山。總共有130位國會代表，加上15艘軍艦從上海開到廣州，就為了挺孫中山。中華新報當時刊登的假共和之禍，猶真復辟，勝於真復辟，什麼意思？段祺瑞名義上不是皇帝，想搞帝制嘛，帝制時不能與共和競爭嘛，所以呢，國會是殘缺國會，因為不是所有國會議員都南下，所以叫做非常會議，又稱非常國會，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。所以後來孫中山在南方就搞這個護法運動，是這樣來的，好嗎？就是非常會議，好，是這樣來的。那陳炯明當時的這個廣東軍閥，那他治理的也非常好。陳炯明什麼時候當上廣東軍閥？他一定忘記了，我是蠻無言的啊。陳炯明不是傳統上廣東軍閥，陳炯明這個人，他事實上是個舊知識分子，讀了新知識分子的書。他是1898年的秀才呀，他是有考過功名的。1906年，當時整個庚子後新政推行了這個所謂的新式教育，裡面有所謂的法政學堂，相當於是今天的法學加公共行政學，所以他是個鄉紳出身。後來當選了廣東省知議局議員，因為他本身是士紳，所以他不是軍閥出身，他不是軍人，你知道嗎？他是讀書人吶，但他秘密加入同盟會，所以他跟孫中山認識非常的久。他是立憲派，也是革命派。表面上是立憲派，因為他參加了廣東知議局，因為當時各省在推進省議會，廣東知議局相當於廣東省的省議會，然後中央設資政院，各省推派2個，陳炯明就是中央的資政院這個代表，所以他是立憲派裡面的骨幹，實際上是革命派，但他當時還在立憲跟革命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搖擺，主要是因為皇族內閣。1911年4月，陳炯明徹底倒向了革命之後，還參加過倪應典的庚戌新軍起義，所以陳炯明根本就不是軍閥出身，所以為什麼他的品性高潔？他是新知識分子嘛，所以他不菸不酒不賭不近女色。為什麼？因為對他來講，這些東西是次要的，他已經脫離了低級趣味，他是受過新知識教育的人。他什麼時候有軍隊呢？是因為後來他在護國軍起義當中，民國5年，當時孫文人還在廣州活動，所以呢，他就跟朱執信等人所指揮的中華革命軍這些所謂起義的部隊，再加上一些反袁的散兵游勇，整合為討逆共和軍。所以是孫中山號召反袁的時候，陸榮廷的部隊移交到陳炯明的手上，這當中是孫文在裡面起了巨大的作用。簡單來說，陳炯明大概在民国5年、民国6年的時候，逐步的掌握有自己的部队，原因是因為他跟孫中山是莫逆之交，因為2個人他們對於當時的革命反袁是有高度共識的，而且過去是一起革命的夥伴吶。黃花崗72烈士起義那是何等慘烈，而且陳炯明以
士紳的身份，立憲派的領袖的身份加入孫文的革命派。呂捷犯了一個最大的毛病，就是他根本忽略了歷史的前後脈絡，還有他根本不認同，他假定孫文在當時的中國毫無影響力。但大家要知道哦，孫文當時敢於把臨時大總統讓出來，因為孫中山對美國的共和是有向往的，所以孫中山有一版口號叫建立合眾國。效法的精神是什麼？是華盛頓的精神。他的偶像是林肯，所以民有、民治、民享對應三民主義，讓出來為了中國和平這件事情，加上他是中國革命第一人這樣的身份，他在當時整個中國民間的聲望之高，沒人可以比擬。即便北洋政府也不敢派人暗殺他，不然以北洋政府袁世凱最喜歡派人暗殺人的，不是嗎？陳炯明聲勢高，因為他幫孫先生護法運動，而且打贏了。讓北軍不能南下，當時的北軍就指北洋軍隊，南軍指的就是南方圍繞着孫中山為首，可是有各自利益盤算的這些舊軍閥、舊勢力，還有孫中山可以直接影響指揮的陳炯明手下的這一批護法軍，叫護法戰爭。而且逼着陳炯明跟他北伐，因為畢竟這些軍隊還是陳炯明帶出來的。這個軍隊呢，是不是陳炯明帶出來？等一下我有一個關鍵史料可以打臉呂捷，他絕對沒去查這塊史料，真是亂講。這軍隊是孫文交給陳炯明的。新四路軍要讀書代表什麼？他們是有軍隊，是有思想文化的。裡面很多人受到孫中山感召，認為因為陳炯明是跟着孫先生搞革命的，才服役於這上面之上。逼着陳炯明帶軍跟他北伐，陳炯明不要，他覺得就是联省制，我們把廣東治理好。好，老話一句，近悅遠來嘛，好，大家就會學習我。這邊就是完全他自己衍生鬼扯的地方。在雙方僵持不下之下，孫文非常生氣的罷免了陳炯明。那陳炯明當時有沒有生氣？其實陳炯明也沒有生氣，他覺得如果你是對的好吧，那就讓你做。哦，我裸退，而且何止是裸退，近乎裸奔啊。OK， 但是剛才有講過嘛，這個要刷跟給不刷。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，那底下那些陳炯明當年帶出來的將軍，我們刀裡來火裡去，好不容易打下這一片江山，就來搞討爛你啊，對不對？怎麼可以這樣拱手讓人？所以雙方就發生了一些衝突。那最後他們帶兵包圍廣州灣，其實他們是有告知孫文，他們不是偷襲，他們是有告知孫文的。好，我們要開炮嘍，好，你趕快走。結果在那個情況之下，孫文不但不走，他反而要開炮回擊。那他要開炮回擊的時候，旁邊人有跟他講，我們的炮擊距離不夠。打不到海上的軍艦，這裡非常的好笑，這個完全是講錯了哦。海軍根本就不是陳炯明控制的，當時要有海軍那是何等大事。來，我挑一份史料來打臉這個呂捷哦。這是中山學術資料庫，這是政府建構的哦，這是國父紀念館的官方史料哦。陳炯明叛變，圍攻總統府，先生脫險抵海珠海軍司令部，懸登楚玉艦指揮討逆。民國11年，也就是所謂的陳炯明叛變，史稱616事件。孫中山率海軍炮擊陳炯明啊，怎麼會講成陳炯明率海軍炮擊孫中山呢？媽的，都亂講一通啊！海軍是聽孫先生的啊。是因為當年護法運動，孫中山帶了150名國會議員，包含陳炯明，加上15艘軍艦響應海軍司令從上海趕赴廣州來挺孫中山的啊！本來這些軍艦是隸屬於北京中央政府的領導之下，完全講反欸，還什麼打不到海上軍艦，是海上軍艦打陸上啊！媽，笑死人了吧！這太誇張了吧！這簡直鬼扯！來看這份史料，國父紀念館的15日夜時，有軍官以電話告先生，先生就是孫中山，為今夜閱軍或有不軌之行動，或不利於總統，務請總統理府。是有人來密報，不是陳炯明說 “Hello， 我要叛變嘍，我要打你嘍”。閱軍指的是陳炯明的部隊，不軌就指他們要叛變，不利於總統啊。孫中山先生呢，以為傳謠說這是謠言，不要相信。我跟陳炯明那麼好，
對不對？以陳炳坤莫容心之頑蠻，善不敢存危害之念，就說當時這些軍頭啊，很囂張跋扈，也不敢來拿我怎麼樣啊。況炯明20年來師事先生啊，陳炯明因為是晚輩啊，20年來他是跟隨孫先生搞革命，我就說他們認識非常久了嘛，兩個是莫逆之交啊，如同師徒又如同好朋友，安蒙敢篡逆之意乎？怎麼敢有叛變的想法呢？我把字放大一點。孫中山是被他的屬下這些衛隊合力抬出總統府，穿着睡衣被抬出總統府的連衛隊都沒有，就只有他的衛隊長林直勉、林樹威這些呢，從監道步出，也就是從那個小道趕快出去。各路皆有布哨，不能自由通行，被叛軍盤問數次，幸得通過。當時整個中國有人不認識孫中山嗎？這代表什麼？陳炯明的部隊裡面有很多孫文的粉絲嘛。孫中山也沒化妝，也沒易容，長得那副大臉，講白了就一大堆人放行了，偷偷放水給他過，到幸得通過。先生只身至財政廳前，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。先生從容不迫，參入叛軍中，叛軍以為同事，亦不查問。白了，因為這個部隊就是跟孫中山一起來的，這些部隊每個都認識孫中山嘛。永漢馬路口，方得脫險步行至長堤，安抵達海珠海軍司令，所以才登了楚玉艦，召集艦長，決議戡亂定案。這個才是孫中山炮擊陳炯明部隊啊。然後你看這裡是死戰有沒有？這個剛剛是這個當裡面的一些死戰的過程，一直打到什麼時候？一直打到了16號的早上10點。好，叛軍呂雲富呢，看步兵衝鋒無效啊，乃用數射開花炮轟擊總統府。這就是所謂的陳炯明炮擊總統府，是這樣來的。情勢急迫啊，然後呢，當時的護衛姚關順、黃惠龍、馬湘，這些都是護衛隊的這個小隊長啊，副隊長護送孫夫人離開越秀樓，匍匐至天橋下，榴彈在空中飛鳴啊，數次掠孫夫人鬢邊，至甲板處被擊毀，毫無掩蔽，只得裸身奔馳啊。姚關順腿部中彈，由惠龍負之前行，欲使至避入總統府後院，府之四周開花彈連珠四下，天橋瞬間被轟炸粉碎，所以是非常危急。所以宋慶齡真的是在那個顛簸之中，所以為什麼會流產，大家知道了嗎？那個子彈都在身邊飛來飛去，有人還中彈，完全顛倒。他到底史料是讀去哪裡啊？國父紀念館就有公開的史料，怎麼可以錯成這麼離譜呢？不要打，但是在孫文執意之下，他還是開炮了。所以剛才是誰先開炮的？是叛軍用數射開花炮打擊總統府。孫文早就在他們開炮之前就已經跑到了海軍司令部去登艦了。後面被開炮的其實是孫中山的夫人，就是宋慶齡女士，孫夫人在炮擊當中僥倖逃脫，但是流產。所以整個廣州沿海形成一片火海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陳炯明嘛慶幸嘛，每當好壓內部，所以他們也正式開炮還擊。這邊完全架空。開炮還擊哈，這也是孫文一生當中我覺得蠻大的一個挫折跟悲劇，因為那個時候孫文的老婆宋慶齡已經懷孕了。當然啦，國父孫中山先生他提過2個字叫博愛啊，他趁這個機會又要繼續黑孫中山嘛。好了，反正呢，我只是要跟大家講的是說，我為什麼打臉他？因為他作為一個歷史學系的碩士專業，他大學他是正兒八經的歷史人，寫過論文，讀過歷史系，讀到歷史碩士。但是作為一個歷史人，最基本的道德素養是什麼？就是你必須要引用正確的史實來加以評論，這是一個歷史人的基礎。他念完歷史碩士，他不應該犯這種低級的錯誤。所以為什麼我對他的批評會比較用力？不應該為所謂的政治來服務。這是我覺得為什麼我在對他的講法的時候，我會特別的嚴謹。維基百科上面的這一段的記錄大部分是正確的，我們也可以很快的看出來問題在哪裡。